第一次的時候幾歲，在哪兒？一天最多親密過多少次？你們每次在拍攝完一些比較親密的視頻之後，會做那件事嗎？天哪！親密的時候，對方最常說的3句話。他說的話太多了。你好乖啊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各位來到我們的新視頻。Yeah. 今天呢是我們全新的一期情侶 Q&A， 歡迎各位。不會是整蠱吧？不是整蠱，不是整蠱。如果又是整蠱的話，不是整蠱了，就是真的是和大家聊天，因為很久沒有拍和大家聊天的視頻了，就想真的很無語，想和大家聊會兒天，因為其實我很喜歡拍這種聊天的視頻，就感覺我們之間的距離被拉得很近。哎，這次也問了很多很親密的問題啊，就是有一些問題，我光看到問題我都已經面紅耳赤了。好了，我們就廢話不多說，開始我們今天的情侶問答吧。開始。第一個題就是比較重磅啊，第一次的時候幾歲，在哪兒？這個問題我怎麼說？這個問題其實我們之前在那個 VIP 的那個會員視頻裡面回答過，但是畢竟 VIP 的人比較少，看的人也比較少，這樣對着所有人回答還是有點不好意思。第一次的时候，上一次我没回答是杰哥受惩罰被抽中了。对，我是當時玩遊戲接受懲罰，還是再回答一次吧。我第一次的時候是在，是應該是18歲左右，然後是在，大家肯定想象不到的地方，是在那個是在學校的宿舍，是在高中的學校宿舍，沒有猜錯的話，應該是沒有記錯的話，有點久了，那怎麼回事？我回答過。怎麼回事？這就是個問題，讓人很熱、很燥熱。回答，你的第一次是在哪兒？也是18歲，但是我的18歲是在大學，然後和杰哥是在我們第一個租的出租屋裡面。給大家說一下當時的情況。當時我們還大吵了一架，小吵了一架，算是比較小吵，因為我們在一起。差不多1個多星期了，然後我們2個還沒有發生實質性的關係。不是在，我給大家說，不是在一起1個多星期，是我們同居了1周多了。對，同居了1周多了，然後我就說，你都已經和我同居了，居然還不敢往前再跨一步。然後他當時因為考慮的比較多，就是他擔心萬一我是玩弄他的感情，對，就是不確定，因為那個時候也是我的初戀，那個時候我就太保護自己了，我覺得這個是好事。現在是換我來保護他了，不用他保護自己。回想一下那個時候的感受。幹嘛什麼？很不錯。好，下一題，回答的真有意思，真的，你的第一題就聊的人有點臉紅。這個我們之前沒有聊這麼深過。對，就是我和冰冰在一起之前不是聊過很多話題嘛，但這個話題是真的沒有聊過，就是從來沒有聊過什麼第一次，他從來也不知道我的第一次是什麼時候在哪兒。對，因為這些問題不太好問，誰知道呢？這個問這個問題嘛。OK， 下一個問題有點好笑啊。說一個對方沒有，但是很戳中你的點，但是卻能很戳中你的點，是在那個的時候嗎？各種時候吧。我其實有一個小的很喜歡的點，就是我喜歡臉上有痣的人，就是比如說這裡有顆痣，或者說這裡有顆痣，我就會覺得很可愛，很好看，就很特別。就比如說臉上長顆痣，我給大家說一個很無語的事情，就是我真的很無語，因為前段時間我這裡不是長了一顆痘痘，而且是杰哥他擠，然後他覺得我這裡有黑頭，然後想幫我擠出來，結果沒擠出來，給我就很大一顆痘，很大一顆痘。然後當时冰冰就怪我說，啊，萬一以後留成痣怎麼辦？然後我說留成痣也好呀，我覺得留成痣也很可愛。然後我看現在有沒有？哎，这有一小點，就是我覺得臉上，比如說這裡長一顆痣，或者說在這裡眼下或者臉頰上長痣，我會覺得很誘人。但是我沒有，你不能硬讓我有吧？這樣以後我點一顆，我不用點，就是我只是說沒有的點嘛，就比較戳我的，這確實是。好，輪到你了。
就是覺得傑哥所有東西都在我的點上。放屁啊！這個就根本不可能。身高不是嗎？身高不是嗎？身高這一點真的是，哎，對方沒有，但是在我的點上，我看到身高高的人，我都會很羨慕他們。很羨慕，但是不是說希望我變得那麼高，是他是希望自己變得那麼高。他當時也不是戳他的某一點，是他自己想要得到那個身高而已。這個問題問的有一點得罪人啊，是嗎？如果你們分手了，你們會做朋友嗎？會願意和對方做朋友嗎？我來幫傑哥回答，我們不可能分手。就是說，對，是不可能分手。但是如果真的，假設分手，你會和我做朋友嗎？我是一個比較 peace 的人啦，但是我覺得傑哥肯定不會。我不會，就是我絕對不會和前任做朋友。就是你如果真的喜歡过，真的經歷過一些事情的話，你是不可能和他能做朋友的。就是還愛他的話，你会不甘心；如果你不愛他了，那就肯定會有一些矛盾嘛。恨都恨死他了，還要做朋友。被迫分手的話，其實我是不會因為這個分手的，就是我會不甘心，所以也更不會甘心去做朋友。你呢？理解。你是可以做朋友的。我是可以啊，我就是很 peace 啊。你是很無所謂吧？我看你很 peace 啊。沒有啊，因為我你真的愛過，真的能做朋友嗎？就是你看到我，就是以後是朋友的相處方式，就沒有，就是不會騷擾你，就看到也不會無意中就是不來親你啊，也不會。不會啊。不會捏你啊。不會啊，因為想好分手，肯定是覺得兩個人不合適啦。如果要讓我分手，那一定是他傷害了我，傷害得很嚴重。就是因為我不會妥協，不會因為一些什麼不可抗的因素來分手的。我就是所有的因素在愛面前，我覺得都是可抗的。只是說如果他傷害了我，然後導致了分手，那我每天都會對他，隨時都會對人說他的話。我說那個人，就是按照傑哥的性格的話，他就沒有什麼好話講出來。根本就不會分手，我們倆只是說如果，就假設這個問題嘛。對，來吧，這個問題也是你來說啊。親密的時候，對方最常說的3句話。Oh my god。你說吧。這裡。這裡。哎呀！突然問了一下，我也有一點，他說的話太多了。你好乖啊！受不了了。這裡，然後你好乖啊。什麼還什麼啊？很多啊，但是不能說，是吧？對啊，你幫我想一想。什麼？不可以，不可以，不可以，這個。说冰冰最常說的3個詞啊。不好說吧？有什麼？啊！天啊，這個問題真的是要殺人啊！更喜歡在度假的時候做那件事情，還是在家裡的時候？我的話，我是更喜歡在度假的時候做那件事情。我更喜歡在家裡。度假的時候，因為更放鬆，而且是一個新的環境，而且比如說我們每次住的那種，就出去海邊，然後住那種度假酒店的話，它有那種浴袍，然後我很喜歡看冰冰穿浴袍，就看着會覺得。你一會兒喜歡看我穿那個，一會兒喜歡看你，你真的是。我最喜歡看你不穿。沒有啊，其實不一樣，就是穿點東西還是會有一些別樣的風味。這怎麼？這個話題也太直接赤烈了吧。我更喜歡家裡的原因是因為能給我安全感一點，就是我不用擔心這裡有沒有一些攝像頭。不會，怎麼會？在家裡面我就算有攝像頭都是我放的，就算有攝像頭都是我偷偷放的。一天最多親密過多少次？一天最多親密過多少次？其實沒多少次，沒多少次。我們還好，就比較正常吧。好像就3次，最多就3次。最多，而且我覺得3次都已經很累了，極限了。很累了，大概率啊是冰冰回家，然後我和他可能10天沒見，10天1周沒見，然後就獸性大發。
獸性大发，你在說什因为我们平时是不会花很多时间在这個上面的。我和冰冰日常是有很多其他事情可以幹的，我們要一起追劇，一起看電視，然後要一起運動，一起去遛狗。這就是我們的生活，除了那個親密這件事情以外，有很多其他的事情更值得我們去做。當然那個也是必不可少的，就是我們很規律、很健康的一種模式了。現在還有那麼多其他的事情，那麼多美好的事情可以做啊！當然那個事情也很美好。OK， 下一個問題，對方在一起後解鎖過哪些以前不敢嘗試的事？我們先來一個不正經的回答，然後再來一個正經版的回答。不正經的回答就是我們這件事情還是你說吧。還是解鎖了很多，新的體驗，比如說我們現在的那個會員視頻裡面的一些親親挑戰，比如說跳跳糖親親挑戰呀，什麼啤酒親親挑戰呀，都是有不同的感覺。就是喝的，上次我們做的啤酒的挑戰，就是喝的很微醺，然後接吻，然後猜那個味道，其實很不一樣，和糖果挑戰一些非常不一樣。對，然後再包括跳跳糖挑戰，就是很奇妙，在嘴裡面那個糖在嘴裡面蹦蹦跳跳，其實這都是我們在一起之後去解鎖的一些事情。說正經的一起解鎖什麼事情，那解鎖的太多了。我是一個很有冒險精神的人，我喜歡體驗一些事。就比如說現在我喜歡潛水，然後喜歡滑雪。以前我其實有深海恐懼症，在遇見冰冰之前，就是對於很多事情我不敢去嘗試。但是認識冰冰之後，有了他之後，我身邊有了他，就是我給了我那些底氣。就給了我勇敢踏出去的底氣。他有點怕水，他不能陪我一起去，但是呢，因為有他的陪伴，他總會在岸上等我。很多事情都是第一次做的，都是我們兩個也不斷的去突破、去探索、去嘗試的事情。是啊，又想到不正經的。出了房間，出了我們這個屋子，對於整個世界，我們都是一起去探索，因為有對方的陪伴，一起去探索，一起去努力。不是我們未來肯定還會做很多我們現在也還沒有做過的事情，都是我們會攜手去做的。對，就是會無條件的支持對方，相信對方。天哪，怎麼突然升華了？這個主題不是在講不正經的話嗎？怎麼突然升華了？就是我們要改掉這個習慣，突然升華。但是我說的是真心話，剛才說的那都是真心話，都是實話。不正經的也是啊。好，下一個問題，這個問題，你們每次在拍攝完一些比較親密的視頻之後，會做那件事嗎？天哪 ！Sometimes。就是有時候啊，就比如說拍一些整蠱，就比如說冰冰穿得很那種來惹我的那種視頻。那肯定是的，然後還有的時候，就比如說一些挑戰，親親挑戰啊，就是大概氛圍到那兒了，就氛圍到那兒了，然後又正好就是兩個人又拍完了視頻，然後就，這個問題問的真是讓人害羞啊！怎麼問出這麼赤裸、這麼直白的問題？正經一點哈，回答一點正經的問題了，人杰在出櫃之後對我們的生活有什麼影響嗎？就是其實現在有一個好消息，就是我其實算是對我媽媽已經出櫃成功了。對，恭喜杰哥。前段時間就是我剛出櫃的那段時間，其實還是經歷了一些很難的時刻。開始的那一個月真的很煎熬，就是出櫃真的很煎熬。我又不想違背自己，然後又不想辜負在意的人，很難，真的很難。所以沒辦法，那個時候就但是好在一切都過了。哎，剛才那一段我們為什麼要那樣演呢？就是為了把它放在預告裡。哎，就是為了放在預告裡，然後讓大家覺得怎麼什麼事發生了什麼？但確實就是這樣的對，確實。但我剛才一句也沒有說謊，那是剛開始1個月。對。但是後來，情況大變樣。就是怎麼變的呢？前段時間我正好我媽過生日嘛，然後冰冰給我媽買了一條黃金項鏈，然後就是，然後我媽媽就欣然接受了，因為我媽媽還是個比較現實、比較務實的人啊，就是禮物向來是不會不收的，特別是她又喜歡的黃金項鏈，這個只是一個表象她為什麼接受這個事情的原因啊，但實際她接受這個事情的原因是我們溝通了很多次，我們溝通了很多時間、很多的精力去跟我媽媽溝通，然後去
讓他安心。就他以前其實是不了解真實，他就只知道我大概過得怎麼樣，大概在過什麼樣的生活。然後也讓媽媽自己去了解了一下關於我們這個群體的故事。对他自己其實去願意去了解，他就發現哎，其實好像這個事情並沒有那麼嚴重，好像我承擔的東西也很多。對，就是有一次我回家，我就跟我媽說，因為當時我們旅行完回來，她在我們家裡說給我做飯，我說行，然後她做了一桌的飯，然後我就說，她就說讓她先回家，她先回她自己家，然後讓我和冰冰在家裡吃飯，然後我說沒關係，冰冰可以在外面隨便吃一點，然後我回來陪她吃，因為我想着說她做了一桌飯讓她走有點不合適，對，然後我媽那天還說了我一頓，她說。我也是個做媽媽的，你怎麼能讓冰冰一個人在外面吃飯呢？如果我是她媽媽的話，我真的會很心疼。就是想着她一個人在和你在一起那麼多年，你居然讓她自己在外面吃飯。然后我當時就，她居然在為冰冰考慮了。然後那個時候我就覺得說，哎，她有一點動搖了，就是感覺她在慢慢接受。然後後來還有一次，就是我和冰冰那段時間生病，她很早的時候，大概早上6、7點，然後她就到我們家裡來，偷偷的給我們送那個她燉的湯，然後。他因為又不想撞見我們倆在一起的畫面，很尷尬，然後他就把湯給放在家裡，因為他知道我們家的密碼，放在我們家裡，然後自己就回去了。對，所以這個事情還是我媽媽的一個很大的進步，是特別好的一個狀態。大家肯定還有一個問題，我幫大家問了，我媽媽是怎麼發現我們的關係的？大家猜一下。大家猜一下，我真的很無語。我可以給大家提醒一下，是在我們家，然後我們出去旅行的時候，我媽媽在我們家裡，我當時。他問我的時候，我第一反應是他翻到我們家我們倆的什麼東西了，然後其實不是。後來我問他，他說是他遛狗的時候和鄰居聊天，然後那個鄰居說啊，平時這2隻狗狗都是2個男孩子在遛，怎麼今天是你？然後我媽就和他閒聊嘛，他說平時是我兒子，然後怎麼，然後他說哎呀，我經常那2個小伙子每天都在一起，我天天看到他們一起吃飯，一起遛狗，然後。我媽就聽到了，然後就覺得回來想，覺得不對勁，怎麼會天天在一起？然後我媽就來問我了，然後當時問的事情，我在之前的那個 Q&A 聊天的視頻已經給大家講過了，就是因為我做好了準備，我想給她告訴她，然後我就直接告訴她了，就是確實也沒做錯，我就告訴她是一件很好的事，正確的事情。傑哥現在非常的放鬆了，已經丟掉了一個很大的包袱。對，因為。出櫃這件事情，在我們這個群體還是對，在我們這個環境下還是很難的。但是我勇敢踏出了那一步，然後我媽也比我想象中的接受的更快，這是真的很好。多虧了冰冰的那條金項鏈。實際上來說，多方來說，多方，其實我們多方面的都共同在努力，冰冰也在努力，我也在努力。還好得到了一個很棒的結果，很坦然、很直接的。他有很多的疑問，他有很多的困擾，我就一一的給他解答。其實我們確實就是他的觀念和我的觀念是2條沒有交叉的線，但是我們現在在努力的往中間靠，就真的是努力。他也在努力往這靠，我也在努力往這靠，我們就相互理解。對，因為為了對方，他也是我很在意的人，當然是我媽不是那麼在意，很在意的人，我們就努力的往中間靠，然後。總會找到一個平衡點，然後現在其實慢慢的已經到達那個平衡點的位置，我就覺得很舒服，真好啊！所以這就是給大家匯報我們出櫃的事情，已經沒有那麼多煩惱了。耶，恭喜！啊，很開心。然後今天我們所有的問題就問到這裡了。大家如果還有其他的想要問我們，想要在我們之間了解的問題，可以在評論區告訴我們。雖然我們未曾謀面，雖然我們不同的語言，但是。我給大家表達的這些，大家能接收到，然後大家給我的回饋評論裡我也能看到，決心在慢慢的靠近拉近吧，就更像朋友，因為我的朋友可能都沒這麼了解我，因為有些話我在朋友面前不好意思說，對，哎，但是對着網友我就好意思了。好了，那我們今天的情侶問答就到這裡了，我們下期視頻再見，拜拜。天哪，這是我們這期視頻唯一的一個情節，Go。不行。